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央视都看好的《庆余年2》为何弃剧声不断，还被观众要求下架？已经播出，《庆余年2》已经播出，不管热搜数量还是平台热度值，都堪称当之无愧的剧王，但风评却并不理想。评分网站豆瓣上给出1、2星评价的不在少数，甚至有不少观众要求下架，弃剧声更是从不间断。难道等了5年的《庆余年2》不值得我们追？还是说另有隐情？毕竟到了第2季，剧组的资金充裕了，演员也没变，还是那些人，怎么说也应该众望所归才对，为何反对的声音这么多呢？要知道，这可是央视都看好的大剧，这可是集结了陈道明、吴刚、张若昀、俞飞鸿、田雨等几十位实力派的高分续作，就连辛弃务这么一个小配角，都让人足够叹服其演技精湛。吐槽的这波观众，他们的立场能否站得住脚呢？我们往下聊。01剧集注水，情节拖拉。刚开始看到《庆余年2》是36集的时候，很多人是不高兴的，毕竟第1季都有46集，等了5年只等来36集，显然故事又是讲一半。但匪夷所思的还在后边，因为原计划第2季只有30集，另外6集怎么多的，可想而知。难怪一个范闲假死就讲了整整5集。难怪抱月楼的事情没有任何头绪，却多了袁梦和桑文2个角色。如果说只是为了引出范思哲，这么做显然没有必要。不过埋下的悬念是，袁梦大概率不是二皇子的人，这一季反差极大的太子才有可能是范闲真正的对手。如果大家看得仔细，就能知道开头的5集中，连侯公公和皇宫侍卫都多了不少戏份。按理说范闲想见庆帝直接去就是了，还非得弄得皇宫大乱，结果却只是让侯公公带句话，闯都闯了，结果只是转个话，难道就为了展示下清宫？这时长拉的着实有些牵强。02从上到下，好多人都变了，首当其冲，庆帝变化不小。第1季中的庆帝是威严的，心机展现的也比较深沉，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威严感。到了第2季，捉摸不透倒是依旧，但整个人好像性格都发生了变化。得知范闲假死的消息，庆帝这急忙慌的状态一点都不沉稳，不符合庆帝谋而后动的人设。毕竟二皇子都知道范闲不可能真死，他却表现出短暂的失态，不合理。在陈萍萍给范闲求情的那场戏中，庆帝更是展现出了少见和可爱和调皮，这和他杀伐果断的性感完全不同。除了庆帝，太子和二皇子也变了。太子在第1季中表现的并没那么突出，给人的感觉就是莽莽撞撞，也不能说有多少城府，但也有自己的野心。但第2季中的太子转变就大了。范闲让调查的史家镇是他灭的口，抱月楼的袁梦也是他的人，甚至在皇后面前的那种癫狂，都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太子。但在范闲面前，他却依旧伪装的好人一般，就连在抱月楼和二皇子的争锋，都是以范闲的意见为主。可惜范闲并不知道太子的城府原来比二皇子还深。二皇子在第2季中变得没有第1季中那么锋芒毕露，不知道是自认不敌太子，还是不会耍心眼，但他俨然成为了范闲明面上最讨厌的人。而且二皇子身上多了不属于原来的气质，这一点给人的感觉怪怪的。03王楚然和吴信健演技太差。王楚然在《庆余年2》中的出场顺序比林婉儿还早，也比毛晓彤饰演的北齐大公主快。身穿古装的王楚然的确很美，镜头还给了颜值特写，不出意外给了单独的滤镜。美是美了，但演技就真的有点不及格了。
不管是求救范闲时的表情淡定事不关己，还是得知三皇子是抱月楼二股东时的故作慌张和无耳卖萌，这个角色在王楚然手里真的没有一点精彩可言，就连台词部分都被他念得毫无感情，宛如 AI 机器人。也难怪网友对王楚然抵制声强烈，这样的演技的确容易被人诟病。吴信健也就比王楚然好一些。本以为肖战的严冰云大家不喜欢，没想到吴信健来演感觉更差。背刺范闲的戏份演得犹如旁观者，脸上除了皱眉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。面对范闲的夸赞却得意地翘起嘴角，仿佛我就是这么聪明。这显然和严冰云这个角色完全不搭。如果说肖战的冷冰冰有点高傲，吴信健的清冷就略显木讷，差距也算是一目了然。上述3条是吐槽观众们最介意的地方，也是目前为止该剧确实存在的漏洞。不过，这些缺点，个人觉得并不足以否定整个第2季，毕竟精彩的剧情才刚刚开始。而撇开缺点，《庆余年2》还是有很多地方让人欣慰的。04演员演技实力有保障，后续可期。陈道明饰演的庆帝虽然和第1季不同，但多了的情感和调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最起码有这样的性格加持，庆帝不再是冷冰冰的帝皇，也是一个有生活、有个人喜怒的长者和父亲。编剧既然这么改，没准对后期的剧情有所注意。吴刚就不说了，饰演的陈萍萍依旧在线，得知范闲死讯的害怕和迷茫，教育范闲时的欣慰和疼爱，他的演技从没让人失望。太子的转变也是个契机，在第2季中，太子的腹黑估计会被揭露，这对演员也是个挑战。就目前而言，张浩伟演绎的也算到位，反差感才能让观众感受到演技。太子没准就是第2季中的黑马。王夫人高露的出现让人欣喜，原来第1季中一直不露面的王夫人会是如此端庄优雅的美女，能让王启年如此服帖，但又识大体之大义。王夫人显然是不让须眉。而且有一说一，高露来演这个角色，母老虎这个词都成了褒义词，毕竟这样懂事的娘子，谁又不喜欢？田雨的王启年搞笑依旧，演技稳得很，可以说没有丝毫出入，难怪会成为这几年炙手可热的金牌绿叶，活该他火。张若昀的演技一如既往，虽然身材消瘦不少，但范闲该有的气质和正义感不曾缺席，对每场戏份的把握也恰到好处。尤其和庆帝在寝宫的对话，和陈萍萍在皇宫的争论，都能看出张若昀的演技张力，接老戏骨的戏从不犯难。05美女加剧情，精彩还在后边。都知道的是，《庆余年2》多了很多美女，加上第1季的，光高颜值角色就有10几位之多，这难道不值得大家期待？而且精彩的剧情才刚开始。范闲和大皇子初次见面针锋相对，回京后还要着手抱月楼的调查事宜，叶莲和二皇子的纠葛，范若若被指婚如何化解，这都是属于后续的精彩。而且皇后的出现肯定不止这么简单，她在太子阵营中的力量有多大还没显现出来，但太子做的事情皇后无疑都是知情的。大皇子和范闲又到底会走到哪一步？长公主和燕小乙又会如何对付范闲？大家心心念念的五竹叔又去了哪里？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期待吗？庆余年2被弃剧不假，有网友呼吁被下架也不假，但毕竟等了5年，没等到一个好的故事后续，我们甘心吗？况且注水的情节已经过去，精彩的大幕即将拉开，属于范闲的逆袭可以说才刚刚开始。我特别想知道的是，老莫范无咎在第2季中到底有多狠？范闲的那些红颜知己又何去何从？庆帝和陈萍萍到底翻不翻脸？范闲的权力又能有多大？有人唱衰《庆余年2》不假。
但我想期待的人应该更多。大家说呢？